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简单幸福家。你有没有觉得生活中常常忙得团团转，家里越整理越乱，脑袋里总是有一堆要做的事情，但每次一到晚上，却发现好像什么也没完成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那今天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让生活更有条理。这5个方法你一定要学。很多人以为让生活变得有条理，要靠极高的自律，天生擅长整理，或者投入大量时间。其实不然，只要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习惯，慢慢融入生活里，哪怕每天只花一点点时间，也能创造出惊人的改变。不夸张地说，这5个方法不但帮助我找回生活秩序，也让我更快乐、更自在地享受每一天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第一个方法，建立每日与每周的规划习惯。我们的生活混乱，常常不是因为做不完，而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。所以第一个关键习惯就是规划，尤其是每日与每周的规划。它就像一张地图，帮助我们不会迷路。那要怎么规划呢？很简单，我自己就是用一个小笔记本，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，就花个5分钟写下今天要做的事。你也可以用手机 App， 例如 Google Keep、Notion 或是 To-Do List 应用程式，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。重点是把你脑袋里的待办事项清楚写下来，然后分成3类。第一类，今天一定要完成的事，例如工作报告、重要电话。第二类，如果时间够就做的事，例如收衣服、清理冰箱。第三类，非做不可但不一定今天要做的事，例如读一本书、准备旅行行程。这样一来，你会发现脑袋清空后，不但压力少了，效率也变高了。那除了每日规划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习惯，就是每周规划。我自己是习惯每周日晚上花10分钟想一下下周的重点安排，包含工作、家务、孩子的课外活动，甚至可以安排一点自己的 me time， 例如泡澡、看书、追剧，这样每一周都有节奏感，也不容易被突发事情打乱。第二个方法，学会减法思维，勇敢断舍离。第二个方法是让生活更轻盈的方法，断舍离。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经验，房间越收越乱，衣柜快炸开，抽屉里找不到东西，家里每个角落都好像在提醒我们的焦虑。这时候就该启动减法了。其实断舍离不是要你把东西丢光光，而是帮助我们厘清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，什么其实只是占空间又让人心烦。给大家3个我自己很实用的问题，每次要不要丢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就问自己： 1. 这个东西我最近3个月有用过吗？ 2. 如果我今天把它送人或丢掉，我会后悔吗？ 3. 它是否让我的生活更好或更轻松？如果3个都是否，那它真的不值得占据我们的空间和心情。我会建议大家从小范围开始，例如今天整理书桌抽屉，明天清冰箱过期食品，后天看一下化妆包里那些你根本没用过的口红。这样循序渐进的整理，会让你渐渐找回一种干净和呼吸得出来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把不需要的东西清掉后，我们也会更珍惜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。这就是有条理生活的开始。第3个方法，建立好用又简单的收纳系统。东西再少，如果没有好的收纳，还是会乱。所以第3个方法，
是帮每一样东西找个家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，一个物品，一个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个东西都有固定的放置位置，而且用完要马上放回去。像我家里，钥匙一定放在玄关的挂钩上，回家一挂，出门一拿，从来不会找不到。账单、重要文件都放在一个分类夹里，按照水电费、保险、证件分类好。小朋友的文具也有专属收纳篮，不用每天找剪刀、橡皮擦。还有一个观念非常重要，根据使用频率来决定收纳位置。每天会用的东西要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，一周才用一次的东西可以收在柜子中间或抽屉里，几个月才用一次的，例如露营用品，就可以收在储藏柜或床底收纳箱。当然，收纳工具也很重要，像是透明收纳盒，让你一眼看到内容，不用翻来翻去。标签贴纸，清楚写上文具、充电线、药品，一找就有。挂钩、悬挂式收纳袋，特别适合小空间，让墙面也能变成收纳区。只要收纳做好，整理真的会变得轻松又有成就感。第4个方法，管理时间，让你从容不迫。整理好环境后，还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，那就是时间。很多人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，其实不是时间太少，而是被浪费在一些小地方却没发现。你可能滑手机一滑就30分钟，处理家务东做一点西做一点，最后什么都没完成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来分享2个我自己实测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。第一，番茄钟工作法，这是国外很流行的一种工作节奏，也很适合处理家务或读书。设定一个计时器25分钟，专注做一件事，然后休息5分钟，喝口水，伸展一下。每完成4轮，就可以休息长一点，15到30分钟。这样不但效率提升，还能避免疲劳或拖延。第二，批次处理法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同类型的事情一次处理完。例如，把所有洗衣的事情集中在周6早上一次搞定。回复讯息，处理信件。每天设定固定时间，例如午休前或晚饭后，这样比起一整天被琐事打断，效率会高很多。还有最重要的，学会说不，不要什么事都答应。不必要的聚会，不重要的任务，如果会打乱你的节奏，就勇敢说不，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。第5个方法，养成结束前复原的习惯，这是我自己最爱的一个习惯，也是改变最多的。复原什么意思？就是每一个活动结束后，都把它的环境恢复原状。举例来说，下班前整理书桌，把文件放回原位，电脑桌面清一清。做完晚餐，马上洗锅具，擦干炉台，不要等油渍干掉再来烦。小朋友玩完玩具，就训练他们自己收拾，玩具放回收纳箱。还有一个我强烈建议大家养成的习惯，就是睡前5分钟整理法。每天睡觉前，把客厅简单整理一下，桌面上的东西归位，餐具清洗好，这样隔天早上起床时，看到整洁的家，心情真的会大不同。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小，但日积月累，就会让整体生活维持在一个干净、清爽的状态。生活有条理，并不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，而是透过一些简单的习惯，减少不必要的混乱，让我们可以更轻松地应对每天的挑战。
你会发现，当时间有规划，环境变得清爽，重要的事情不再被琐碎的杂事干扰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安定。很多人以为调理生活需要很大的努力，但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从小地方开始，慢慢累积改变。例如，每天睡前花5分钟整理房间，或是在用完东西后随手归位。这些微小的动作，日积月累，将会带来惊人的改变。当你的空间井然有序，思绪自然也会更加清晰，做事情的效率也会大幅提升。此外，让生活更有条理并不只是为了整理空间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把时间与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当家里不再杂乱，当事情不再堆积，我们会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专注于自己的兴趣，甚至只是安静地坐下来喝杯茶，看看书，这些都是让人生更美好的关键。希望今天分享的5个方法，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，让调理成为习惯，让简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，或者你也可以试着从中挑选一个方法，开始你的调理生活之旅。生活的美好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我们能够真正享受当下。愿我们都能在简单中找到幸福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更加轻松自在。